精心设置的陷阱捕获到了野猪，专门搭建而成的猪圈，小家伙将会在此被完全的驯化。自己赖以生存的基地已越来越像一处私人的农庄。背着野猪行走于山林，昆泰经过2个多小时的步行，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基地。4只被牢牢捆住的小家伙浑身颤抖，他不知道迎接自己的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昆泰来到了居所旁，这里的空地刚好适合打造出一处猪舍。没错，昆泰并不打算将仅此一只的小野猪吃掉，他要将其圈养和驯化。浑身没有任何的伤痕，并且还是一只雌性。如果可以将其成功的圈养，那说不定以后自己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野猪群。劈砍来用于搭建的材料，2根用于承重的树干也足以支撑住小家伙的体重。而对于猪舍的整体，昆泰则会选用更加容易获取到的毛竹。被圈养着的2只原鸡貌似是听到了新成员的加入，它们不停地在向着居所方向查看，比对好尺寸，切割出刚好的长度。紧密排列着的毛竹已经构建好了平整的地板。而对于四周的围栏来说，竹筒之间的相互叠加既可以保证猪圈内的通风换气，又可以让小野猪随时的观察到周围。最后再用额外的4根树干固定在4个边角，有了它们的固定，猪圈的4边就足以坚固。当然，用于遮蔽雨水的顶棚，昆泰也是选择了较大的坡度，只要不是特大的暴风雨，如此的一个猪舍就足以满足目前的圈养需求。2个多小时的持续搭建，一处简易的猪圈就已彻底的建造完成。将小野猪放入，解开捆住4只的藤条，这里就将会是他以后生活的地方。不过陌生的环境还是让小家伙不禁的浑身颤抖，他还需要一点适应的时间。拿出自己采挖来的竹笋，昆泰要用第一波的糖衣炮弹来减少小野猪对于自己的恐惧。他要尝试着和小家伙慢慢的建立起感情。新一天的来临，今日的雨林依然雾气很大，小野猪经过1夜的圈养也并未出现任何的异常。昨夜的竹笋到现在都依然还有剩余，将木薯尽量的切碎。现在的自己每天都要将牲畜喂食完毕后才能再次的出发探险。不过从原鸡的状态来看，它们貌似已经完全的适应了这种生活，说不定要不了多久的时间，昆泰就可以尝试性的进行放养了。当然，刚刚捕获的小野猪才是目前自己的重点照顾对象。小家伙依然很是警觉和拘谨，为了能够更好的对其进行饲养，昆泰还需要专门的为其打造出一个食槽，携带的斧头又再次的派上了用场。来到丛林中，昆泰选中了这棵粗壮的大树，只需20多分钟的持续劈砍就可将其放倒。昆泰选用了靠近树根的一小段，它的粗度刚好适合掏挖出大小刚好的食槽。又是1个多小时的持续挥舞，食槽的形状就已基本的成型。扒掉所有的外皮，昆泰又在树干的一端精修出了一个方便于提携的把手。然而就在自己将食槽放入猪圈的时候，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的小野猪却是表现得异常躁动。可能是昆泰的接近让他感知到了危险，他在尝试冲破围搭起来的牢笼。看来想要将其完全的驯服并不容易，昆泰必须要有更多的耐心和手段。劈砍上一棵鲜嫩的芭蕉树，持续的提供可口的食物是目前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不过小家伙已经从惊恐中恢复，他很喜欢这鲜嫩的食物，只要他能够正常的进食，昆泰要将其彻底的驯服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农庄中的一切总算忙完了，昆泰也该为自己寻找一点可以充饥的食物了。灌木丛中的一颗野果，它的味道并不适合食用。继续的寻找，又是一棵完全野生的木薯，这也是目前自己挖掘起来最为省力的植物果实了。它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多余出的部分不论是原鸡还是小野猪都可以将其作为食物。再次的回到农庄，昆泰望着手中的木薯若有所思，他不想再这样简简单单的炭烤了。斜坡上的一株带刺的藤蔓，昆泰劈砍下了2节，然而他接下来的奇思妙想却是着实的给小编上了一课。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个东西竟然还可以这样的被利用。用竹片分别的捆扎好2段，来到溪流旁，轻轻的削割掉木薯的表皮，雪白的果肉将会因为2根带刺的藤蔓被进行2次的原始加工。轻轻的摩擦，原本是保护自己的尖刺，此时却是成为了研磨果实的神器。这样丝滑的程度可不比专业的刨丝器差上多少。可能是小编头发短，见识也短，不过这的确是我第一次见。研磨好的木薯粉，昆泰用双手用力的挤压，缓缓流淌而下的汁液也可以单独的进行烹饪和食用。轻轻的将木薯粉摊开于芭蕉叶上，自带的粘性可以很好的将其制作出大饼的形状。树叶紧实的包裹，避免明火的直接烘烤，才能锁住蕴含其中的水分。升上火堆，纯白色的汤汁在经过高温的蒸煮后会成为糍粑一样的存在。10多分钟的等待，铁锅内的糍粑已经成型，昆泰也是3两口就将其全部的吃完了。虽然看上去可能会有一点难以下咽，但是从昆泰面无表情的脸庞来看，应该也并不难吃。木薯饼也已成熟，将其从炭火中拔出，一点点的撕开包裹在外围的树叶，这焦黄软糯的既视感像极了年糕。看着昆泰大口的暴风吸入，真的很想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到底如何。捕获的野猪已开始正常的进食，而自己也迎来了第3次的野外露营。挖掘的巨大蕨根，成功狩猎的小松鼠，720天的荒野求生已逐渐开始走向正轨。新一天的来临，昆泰的荒野求生之旅已快要接近4个月的时间，栽种的菜园长势良好，野鸡和野猪的饲养也已初步的成型。尽量的将芭蕉叶切碎，这是今天昆泰为小家伙准备的食物。虽然在投喂时小野猪依然有反抗畏惧的情绪，但是只要食物来到了跟前，小家伙依然立刻的就会选择进食。
看来经过这几天的圈养驯化，野猪已逐渐开始适应现在的生活。当然，2只原鸡的喂食每天也是依然的持续。荒野的环境条件艰苦，昆泰目前能为他们提供的也只能是木薯。不过好在他们愿意正常的进食，仅有的牲畜已经喂完，昆泰又要开启自己的觅食之旅了。劈砍上一节毛竹，他要编织出一个捕鱼的鱼篓。整根的毛竹不需要直接的劈开，只需将四周均分成小的竹片即可。如此的制作方式将会让整个鱼篓的成型节省出很多的时间。最后只需用单独的细长竹签一点点的顺着四周穿插即可。仅仅不到1个小时的编织，一个完美的捕鱼篓就已打造完毕。最后只需配上一个只可以进却不可以出的弧形封口。只要有了这样的一套陷阱，捕获溪鱼的工作就会轻松上许多。昆泰来到了农场不远处的一处溪流，他要寻找到最为适合安放的地方。不过这里的水流还是过于湍急，如此的陷阱还是需要放置到拥有一定深度的水潭之中才是最好。继续的向前，昆泰来到了一处较为宽广的平面。虽然这处水潭一眼就可看到底，但是只要将鱼篓放入其中，也是大概率可以有所收获的。陷阱的设置已经完成，昆泰还需要继续的逆流而上，毕竟直到现在自己都还没有吃上一口东西。河道中诸多的碎石为山泉蟹提供了很好的躲避场所，只要仔细的寻找，自己一定可以抓住2、3个用于冲击。然而昆泰今天的运气好像并不是很好，2个多小时的持续搜寻也才只是抓捕到了2只，并且个头还很小。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带着仅有的食物，昆泰回到了农庄，将2个小家伙夹在竹签之上。10多分钟的等待后，已经完全烤至焦脆的山泉蟹就已完成。它们足够的鲜嫩和干净，昆泰是一点都没有舍得浪费，也是连壳带肉全部都吃了下去。不知不觉中，黄昏已再次的笼罩了山林，昆泰只能是忍受着饥饿来度过这难熬的一夜了。随着温暖的阳光洒向大地，昆泰也是迎来了久违的良好天气，赶紧的向着昨日设置下的鱼篓出发。自己迫切的需要食物的补充，然而虽然天气很好，但是自己的运气却并未因此而发生好转。设置的鱼篓中只是捕获到了几条个头很小的细鱼，虽然内心很是失落，但是生活却还依然需要继续。行走于回程途中的昆泰不得不多采摘一些可以食用的树叶进行搭配性的冲击。再次的回到农庄，将仅有的4条小鱼全部的倒在锅中，重新的升起火堆，大火的蒸煮。虽然没有多少鱼肉，但是带有鲜味的鱼汤也会是不错的选择。等到水开，再将采摘的树叶放入，汤汁的慢慢渗入也将会令它们变得有滋有味。半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饥饿已经让昆泰大口的吃了起来，并且貌似味道也还不错，总算是勉强的吃饱了。而这舍不得吃的木薯自己则是特意留下来用于喂食小野猪的，因为此时的昆泰在心中已经有了外出露营的打算。淀粉含量丰富的木薯可以让小家伙尽量的吃饱并维持较长的时间，毕竟自己外出露营觅食至少都需要1个晚上的等待。如果在这个期间小家伙感觉到了饥饿难耐，那他就很容易实施越狱并从此逃离。好不容易捕捉到的野猪不能出现任何的意外，牲畜都已喂完，昆泰已离开了农庄，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第3次露营。行走于茂密的灌木丛中，自己在辨别方向的同时还要找寻到合适的地方。3个多小时的持续赶路已经让自己饥渴难耐，劈砍上一节鲜嫩的植物枝干，它所含有的水分虽然比不上甘蔗，但是却也有解渴的效果。昆泰边吃边观察，这片区域看起来还不错，自己之前从未涉足，就决定是这里了。选定依靠着石块的较为平坦的区域，临时的住所就将搭建在这里。劈砍上几根粗细刚好的树干，依靠着岩石的边缘一处简易的庇护所框架就已搭建完成。最后再用芭蕉叶铺盖好顶棚与周边，一处可以遮蔽风雨的庇护所就已彻底的打造完工。虽然从表面上看并不坚固，但是只需满足1个晚上的休息就已足够。后顾之忧既然已经解决，那姚昆泰的下一步就一定是马不停蹄的制作出用于狩猎的陷阱了。修整出几根短枝，这是陷阱的触发装置。仔细的寻找，陷阱安装的位置很是重要，这直接关乎着狩猎的成功与否。一处连接着水源的斜坡，昆泰决定就将第1处的陷阱设置在此处，毕竟任何的动物都离不开水。搬来大石块，设置出完美的平衡，专门用于狩猎野生山鼠的陷阱就已制作完成。继续的向前，一棵中间已成孔洞的腐木刚好可以被利用，并且这里很明显是一处兽道，上方连接着的洞穴也表明了这里一定会有猎物的经过。正所谓一招先吃遍天，昆泰已经利用了这种石块陷阱捕获到过很多的猎物，只要它们从底部经过而碰触到了横向的小树枝，就绝没有逃脱的可能。陷阱的设置已经完成，然而等待却还需要时间。昆泰还急需解决眼下的难题，穿梭于丛林中的仔细搜寻，目前能够简单获取到的食物只有生长于地面之下的植物果实。昆泰貌似是发现了一颗，轻刮开外皮，通过气味就可以判断出它是否可以食用。依然还是削尖的树干作为采挖的工具，山坡倾斜的角度为采挖带来了便利，但是遍布于泥土之中的杂乱根系却也足够的头疼。不过好在这颗果实生长的并不是很深，昆泰只花了1个多小时的刨挖就已窥探到了它的全貌。如此的体积足够的硕大，昆泰也是直接的削割掉了一点外皮品尝了一下。经过再次的确认，它可以被安全的食用。携带上蕨根，昆泰返回了临时搭建好的住所，升上火堆，直接的将其丢入明火中烘烤。又是1个小时的等待，
此时的蕨根已经完全的成熟，尽量的清理干净表面，红薯一样的软糯，口感鲜嫩香甜，只需手中的一小块，昆泰就足以吃个大饱。随着阳光再次的照射进了丛林，昆泰已迎来了露营的第2日清晨，赶紧的前往昨日设置下的陷阱。如果猎物丰厚，自己就可以有至少维持2天的食物储存。然而天不遂人愿，前2处的陷阱都是纹丝未动，仍未触发。当然，荒野中的狩猎就是如此，捕获不到猎物才是常态。继续的前进，自己还有最后1处的陷阱。不过老话说得好，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开上一扇窗。就在昆泰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第3处的陷阱却是已经被触发，竟然是一只小松鼠，并且体型也很不错。常年生活于树顶的生活已经让它们肚子上的颜色变得鲜红。随着白烟的升起，昆泰已将小家伙放在了火堆的上方。明火的烘烤是最为原始的去毛手段，这样的方式几乎适用于任何一种动物。水潭旁的仔细清洗，2根竹签制作而成的烤串，炭火的持续烘烤大概1个多小时的等待就可让其完全的成熟。昆泰尝了一下，已经差不多了，将其从烤串上解下，双手抱住的大口撕咬。这可能是自己近段时间吃的最好的一顿，所以就连每一根细小的骨头自己都是啃咬的足够仔细。等到将整只吃完，昆泰熄灭了火堆上的明火，他还要赶紧的赶回自己的农庄，那里还有牲畜等待着自己的喂食。山泉水中长大的溪鱼不知适合品种，硕大的蚂蚁巢穴也是一顿丰盛的午餐。那么你又是否知道进食这上万颗蚂蚁卵的功效又究竟是什么吗？新一天的来临，昆泰再次的踏上了寻找食物的旅程。这片区域自己已经待了足够久的时间，能够进食的资源也随着工具的限制而变得逐渐稀少。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的外出觅食。一棵幼小的灌木，它的树心虽然比不上棕榈树，但是勉强的冲击依然还是没有问题。处理掉所有的外皮，靠近根部的位置很是鲜嫩，并且口感绵柔。尽管它可食用的部分很少，眼前的一条溪流，经过了层层过滤的山泉水可以直接的进行饮用。然而不经意间的抬头，却是让自己看到了食物的存在。利用柴刀的猛力敲击，是一条鲜嫩的溪鱼，而它的出现也代表了这条溪流中一定还有更多的存在。昆泰仔细的寻找，如果能够捕获到足够的数量，那来上一顿荒野烤鱼也将会是不错的选择。然而湍急的水流却是让直接的捕捉并不顺利。昆泰查看了一下整体的地势，他要采用截流分支的方式来暂时的将溪流改道，如此便可让下游的一段距离内的水位降低，那样的抓捕就将容易上许多。用石块堵住主河道，旁边再用手开拓出引流的沟壑，如此便可以让从此经过的溪水绕上一段距离后才可以最终的汇入，而这就刚好可以创造出一段低水位的捕鱼区。只是如此简单的操作，昆泰也是立刻的就收获到了成效，每一段的水流中几乎都能捕捉到1-2条。虽然看起来好像个头并不是很大，但是每一条都是十足的鲜嫩。半个多小时的仔细寻找与抓捕，昆泰已收获到了7-8条的数量。话说这是我们常见的那种鲫鱼吗？找来树枝挨个的穿好，自己要找一个适合的地方搭建好临时的庇护所后再进行烧烤。逆流而上的一株巨大藤蔓，它的形状很像一个天然的吊床。昆泰决定就在此处落脚，先用碎石填补出相对平坦的区域，劈砍出足够的树干作为搭建的材料，依靠着石块的堆积树立起用于承重的支撑。简单的捆扎，斜坡状的造型，用树叶遮挡住四周即可让临时的庇护所成型。虽然它不具备任何的防御性功能，但是遮蔽小的风雨却还是没有任何问题。最后再用芭蕉叶打底，简单的露宿一夜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在门口升上火堆，相对较为密闭的空间也能留住烟雾，从而在夜间驱散蚊虫。然而等到搭建完成，此时的森林却也开始逐渐的昏暗。溪流中稍微的清洗，较小个头的溪鱼全部的放入竹筒之中，它们可以被蒸煮成暖身的鱼汤，而剩下的体型较大一些的则可以直接的制作成烤串。一鱼两吃也算是在这荒野的环境中最大的享受了。半个小时的烘烤，烤鱼已焦黄酥脆，焖煮的鱼汤也已沸腾。大石块作为餐桌，芭蕉叶作为餐盘，在潺潺流水声的陪伴下，昆泰正大口地享用着自己的劳动成果。鱼头不需要丢弃，鱼刺也不需要单独的择取，伴随着鱼汤的一口下肚，今晚的昆泰将会睡得足够安稳。随着新一天的来临，露宿了一宿的昆泰准备返回农庄，一路的仔细观察。今天的食物获取依然是个难题，然而就在昆泰经过一棵小树时，枝头上的某种东西却是吸引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一处巨大的蚁巢，这是热带雨林中所特有的蚂蚁，它们为了应付多雨的天气而进化出了将巢穴搭建在高处的本能，将其整个的砍下。如此硕大的蚁巢中可是蕴含着难得的美食。芭蕉叶打底，昆泰要将蚁巢破开，随着外层保护套的脱落，成千上万只的蚂蚁才察觉到了危险，而那些随着抖动而不停掉落的白色颗粒才是昆泰想要获取到的东西。没错，就是蚂蚁卵，它可是被称为森林鱼子酱的存在。对于女人来说，它可以美容养颜，而对于男人来说更是补肾壮阳的极品。现在知道情人节的时候送女朋友什么了吗？半个多小时的筛选与操作，成千上万颗的雪白蚂蚁卵就已搜集完成。为了能够便于烹饪，昆泰还是需要找寻到适合的地方。然而就在自己顺着废弃的河道行走之时，昆泰却是突然的加快了脚步。原来是一条感知到危险正想要逃跑的辣条，到嘴的美食昆泰绝不可能会放过。
直接的抓住尾巴。看来老天爷想要给你加菜，那是谁都拦不住啊！一处陡峭的山崖，这里平坦的区域刚好适合临时的休憩。劈砍来硕大的棕榈树叶，通过完美的拼搭，一处简易的休息所就已搭建完成，并且门前还有涓涓的溪流流淌而过，如此用于制作食物的水源问题也可以轻松的解决。升上火堆，将蚂蚁卵重新的筛选干净，紧实的包裹。火堆旁10几分钟的烘烤即可让其彻底的成熟，等待的时间再将捕捉到的辣条做成烤串，待其彻底的成熟，一口蚁卵配合着一口焦香的炭烤辣条，一整天的食物问题都将完美的解决。稍微的休息，自己还要在天黑之前赶回农庄，全新的陌生区域，耗14天才搭建好的荒野庇护所，圈养的牲畜举家迁徙，小野猪也在新的猪舍中完美的适应，一切都是与灵求生的重新开始。新一天的来临，结束了露营生活的昆泰已回到了自己的农庄，劈砍上一棵鲜嫩的芭蕉树。自己圈养的野猪和原鸡已经饿了1天多的时间了，尽量精细的切割。猪食槽中的食物可能很早就已吃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驯化，现在的小野猪已经完全的适应了这种生活，它不再害怕和排斥昆泰的喂食。整个投喂的过程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狂躁不安，猪食槽被芭蕉树新塞得满满登登，这足以弥补近2天缺少的进食。继续的切碎木薯，所有腐烂的部分也都被尽数的去除。昆泰已经尽力的做到了自己的最好。当然，2只原鸡经过了这么久的喂养，应该已经快到要产蛋的时候，自己辛勤的付出终于快要到了迎来回报的时刻。斜坡上开垦的菜园，所有的秧苗都已尽数的成活，简单的处理一下周边的杂草，它们会吸收掉土壤的肥力而不利于蔬菜的生长。已经完全破土而出的旱稻品相很是不错，待到它们长大以后，自己就将会有粮食的丰收。还有之前种植在芭蕉树下的植物根茎也都已长出了嫩芽，这片只属于自己的开垦于荒野之中的菜园，将会在不久的以后为自己的求生之路提供出足够的便利。对了，很多老铁可能并不太喜欢昆泰的这个名字，于是小编决定重新改写昆泰的族谱。从今天开始，他就单字姓唐，单名为浩峰浩天。不过转眼间这片区域的生存已超过了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获取到食物，唐昊也是先后进行了好多次的野外露营，长久下去这样并不是办法，他也该为了以后的生活而重新开始打算了。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手拿斧头的唐昊经过了一夜的思考后，已经做出了抉择，他要举家搬迁到全新的陌生区域，以求得以后的长久生存。这一片的斜坡位置就很适合，相对平坦开阔的空间处于半山腰的位置，拥有着足够开阔视野的同时，也有充足的空间可供自己后续的开发。先将周边的杂草清理干净，隐藏于其中的乱石也全都堆砌到下沿。自己要先整理出一块宽敞的空地，用于搭建新居所的地基。依靠着木棍的持续刨挖，完全平整的空间已经初步成型。这是自己的第3处基地，唐昊决定要将其打造成更加具有规模化的生存之所。持续的劈砍足够粗壮的树干，将它们作为整体承重的支柱，将会让整个的建筑足够的牢固和持久。持续了5个多小时的劈砍与运输，整体框架的材料已经准备齐全，再运送回来几根毛竹，它们可以用于整体的捆扎以及4周墙壁的搭建。小雨的不期而至，这给了唐昊稍微的休息时间。然而为了尽快的将新基地打造完成，自己也不得不脱掉已经湿透的外衣而继续的赶工。不过别看唐昊的身材貌似瘦弱，但是骨头里面长肌肉，一身的肌肉线条很是不错。虽然和小编比起来还是有些差距，但也足够让很多当地的村花为之倾倒。劈砍掉所有木桩的树皮，这是有效防止后期木头腐烂的最重要的手段。等到所有的树皮去除干净，唐昊还要将用于支撑的主梁的一端劈砍出便于承重的缺口。虽然只是最为简单的榫卯工艺的运用，但是这对于荒野中搭建的住房而言就已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毕竟它没有任何其他可以用于固定的材料。掏挖出深坑，先将用于承重的支柱竖起，紧密的夯实，每一根的上方都有天然便利于固定的分叉，将毛竹捆扎于树干的中间，这是搭建屋顶需要借助到的平台，否则接近于3米的高度根本无法操作。而对于横梁的选择，唐昊则是选用了重量较轻的毛竹，在便利于自己操作的同时，也同样可以兼顾持久耐用的特性，并且经过自己的亲身实测承重也完全没有问题。紧接着的屋顶建造，唐昊则是采用了从未有人展示过的技术，截取长短相同的毛竹，一头再用孔洞贯穿，打磨出一根长长的竹片，用左右穿插于一体的方式来保证整个屋顶的统一和完整。当然，如果仅是如此的操作还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固定，唐昊又用细长的竹片在缩小间隔空间的同时，又进行了2次的捆扎。等到一切完工，屋顶的整体形状就已完整的确定。整整2天的劳作消耗了唐昊很大的体力。升上火堆，灌木丛中寻找到一些可以充饥的根茎，半个小时的炭火烘烤即可完全的补充已经消耗的能量。随着阳光的再次升起，唐昊已迎来了搭建的第2天。充足的棕榈树叶，这是铺设屋顶最好的材料，它们叶片的形状是天然的落水槽，一片一片的紧密排列，一行一行的相互叠加，接近5个小时的捆扎与固定才最终将密不透风的屋顶完成。最后再修整出平滑的屋檐，拥有着充足空间的房屋主体就已完工。当然，想要建造出可以居住的庇护所，唐昊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进行。再次的劈砍来足够的毛竹，比对好需要建造的墙壁尺寸，精细的切割，
从中间拼搭而出的框架就是整间房屋所要搭建的大小，而前面多余而出的位置则可以为生火做饭盛放物品提供足够的空间。精修而出的竹片，极为细致的十字编织，就连间隔出的不同颜色也是让其充满了规则与美感。等到全部的完成，只需将其竖起并固定好周边，四面所围建起来的空间就将是自己以后每天休息生活的地方。当然还有最后一条长长的栅栏，有了它的点缀，前院的空间也是瞬间就有了界限，距离搬家就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掏挖出4个相互对应的深坑，夯紧4根足够粗壮的毛竹，等到框架完成，一处腾空而建的竹床就已初步的成型。最后只需将修整好的竹席铺垫其上，能够保证自己舒适且充足睡眠的床榻就已完工。那么如此规模且别具一格的荒野居所，如果是你，又需要多久能够搭建完成呢？随着第4日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唐昊又开启了全新的工作。他还要在居所的旁边搭建出鸡笼和猪舍，自己好不容易圈养驯化的原鸡和小野猪也必须要随着自己一起。丰富的毛竹资源让这2处的牲畜牢笼重新建造起来并不困难。猪舍的搭建依然还是竹筒之间的相互叠加，当然自己也有进行牢固性的升级。3个多小时的持续搭建，随着最后一根藤条的缠绕固定，全新的猪舍就已建造完成，编织上一个便利于运输的竹筐，小野猪待在里面将会足够的舒适。小家伙已经被搬运过来了，全新的环境让他忍不住地嗅起了周围的气味，这里比之前的猪舍要宽敞上一些，小家伙也将会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然而不知是害怕还是确实憋得太久，一股暖流也是瞬间的从屁股里喷涌而出。为了加快小家伙适应环境的速度，唐昊又用毛竹加急制作出了一个小的食槽，劈砍上一棵鲜嫩的芭蕉树，不论是枝叶还是枝干都是小野猪最爱的食物。美食的诱惑让小家伙克服了胆怯的心理，大口的啃食也表明了他已完全的适应。然而在这片全新的陌生区域中，唐昊又将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